榆树除了冬季，其他季节基本上都可以进行上盆制作。榆树的根系生长良好，即使补充肥水，生长是很快的。这是今年第2次修剪，剪掉这些枝条，才是这个树桩的庐山真面目。像不像一把木头枪？主干过于僵直，就上部是一个枯面，挖桩的时候只看到了这一面。除了主干缺少变化，这个树桩的根盘也大失所望，把它扔掉有点可惜。试着把这个主干改造一下，对它进行补根，把它做成一盆灵水。这个主干的下部弯曲变化幅度很小，而且成活的皮层基本上都在这里。对这个地方做大的改动肯定是不行的，只能在树桩的上部枯面想办法，改变主干这种僵直的状态。对这个树桩进行培育的时候留的枝条比较多，对它进行改造选择的余地比较大。先把这个前端改掉，把这个枝条去掉，改变主干末端的走向，使主干往上翘形成变化的弧度。这里去掉，这个里面空了，都是干枯的部分，就剩下一层皮。这里是成活的皮层，对成活部分要看清楚再剪，剪过了头就前功尽弃。榆树的韧性强，剪不断的时候小心把皮层撕裂。等一下再进行打磨。去掉枯面臃肿的地方，像这些地方去掉一部分，使主干呈现弧线状态，往下逐渐缩小。整个树干都是空的，主干的两面都要处理。对树桩进行雕琢的效果是从立体的空间体现出来的。对树桩打磨是用这种双槽的木头。对成活的部分要间断打磨，磨的时间不能太长，太长了产生热量把皮层烧坏。打磨之后要把接口封好，成活的皮层要做修边处理。这是一个半价枝条，这个部分太粗了，剪掉这一块。这个部分是一条主根，已经完全木质化了，出根很难，只能对它进行补根，而且补根之后成型也快。这是培育的专门用作补根的榆树苗，从这个部位补上去。先划2刀，深至木质部分，斜刀下去带木质部分，把上端的枝条剪短，
选择根的突出面，斜切一刀，深度也要达到木质部分。像这样把它套进去，皮层与根的界面接触紧密，要把它压紧。但木质部分容易插进去，补的根比较小的可以进行开槽处理，把根压进去。这两种方法补根的成功率都是很高的。把它绑扎好，一定要绑紧。榆树根的节面容易出芽，其他树种要带枝条，并且要留芽点。把接口封好保湿，这样就补好了。大约2至3个月完全愈合。在种的时候要把根调整好，做一个统一的修剪。榆树生长快，对枝条增粗过头或者是生长不到位的，要趁早把它剪掉。留侧枝，剪一刀，过渡就出来了。在造型的过程中，单2级以上的枝条可以进行适当的盘扎。按照这盆淋水的速式，把出枝的高度剪到位。我是山泉农场，下期见。